大家好，今天我们以 Strategy 作为一个样本来比较系统的看一下数字资产储备公司他们的营运的逻辑、商业模式以及他们未来的前景。最后我们再来谈我的一个核心观点，我认为数字资产储备公司溢价的时代可能已经式微了，将会逐步摆脱这个溢价的时代。我们首先看这个数字资产储备公司，简称 DAT Digital Asset Treasury， 有时候把它称为数字资产财库公司都可以，我们后面就把它简称为 DAT。 那么它这个商业模式是怎么兴起的呢？这个鼻祖就是微策略的 Michael Saylor。 我们来看一下微策略这家公司它的股票的历史，就比较清晰的可以看到，大家看现在这个是互联网泡沫的时候，2000年互联网泡沫到达顶峰，那个时候它的股票价格最高大概就是到了300多块钱。随后泡沫破灭以后，我不是说它的资产就跌掉了差不多 99% 嘛，最便宜的时候跌到从300多块钱跌到多少钱？1块多钱，这是股票几乎就完蛋了。互联网泡沫崩盘了以后，但是接下来就它的生机就是从2020年开始的，所以后面我们就看到它股票价格的巨大波动，并且大幅上涨，最高的时候涨到了500多，将近600块钱。在2020年他这个 Michael Saylor 找到比特币之前，这公司基本上是一直处于很低迷的一个状态。互联网泡沫那一波结束了以后，其实它就并没有什么太大的起色，所以 Michael Saylor 需要找到一个突破口。微策略这家公司的突破口也是 Michael Saylor 人生的突破口，最终他就把它锁定在比特币。 Michael Saylor 讲这个比特币的21条法则里面，他其中有谈到一句话，他说每一个人都会以他的认知所应得的价格来获取比特币。那 Michael Saylor 他的认知核心就在于2020年疫情的时候那一场量化宽松。美国我们知道央行它是很独立的，即使是如美联储这么独立的央行，在疫情遇到经济压力的时候，它依然会选择印钞票。所以 Michael Saylor 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钞票可以一直印，你手里的美元就会不断的贬值，所以他就一开始就买了1万多枚，花掉1-2个亿去买这个比特币，就成功的把 MicroStrategy 这家公司转型成我们现在讲的 DAT。 币圈的老人可能都知道，早期我们就把这个行为叫囤币嘛。所以 Michael Saylor 在2020年就做了一件事，就是囤币。他跟我们普通人囤币的差异在什么地方？就在于他用公司去囤币，从而开创了一种上市公司的新商业模式。在这件事情发生以后，结果从2021到2024年，人们发现比特币价格开始涨的时候， DAT 这种商业模式就开始传播。其他公司一看，这个 MicroStrategy 它开始囤币以后，你发现它股票价格往上涨。我们知道在资本市场上，对所有的管理者最有价值的信号是什么？就是股票价格。如果别人看到某一个行为会导致股票价格上涨，其他人就会跟风，所以这样的话就会2021到2024年就开始有一个很大的热潮。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譬如说日本有一个公司叫做 MetaPlanet， 这个 MetaPlanet 它基本上就是在日本去复制微策略的模式，就去囤比特币。虽然它囤的没有它那么多，但它基本上走的是这么一个道路。到2025年，这个 DAT 数字资产财库就成为一个热潮，就相应的有大量的上市公司去做这个 DAT， 同时有相当一部分企业他们开创了一些新的模式。譬如说你如果持有以太坊的话，你还可以去质押，是这样，你可以有一些流动性的收益。所以 DAT 商业模式的整个的兴起过程大概如此。而 Michael Saylor 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除了我们刚才讲他引领了第一家公司成功转型为 DAT， 他本人也被尊为比特币教父，就是因为他为了比特币也为了 DAT 大量的奔走呼号，所以就被称为比特币教父。所以他做过很多大型的演讲，比特币年会、布拉格大会上各种大会都邀请他去做演讲，因为他的口才也很好，很有煽动性。当然我说我尊重他对比特币的信仰，因为说实话去中心化这个东西早期持有者基本上都是靠信仰在支撑的，如果没有信仰的话，你不知道它的价值在哪里。我讲过资产的价值，你把它分为内在价值和情绪价值2个部分。比特币基本上你很难找到它的内在价值的，它没有锚点，你不知道它到底值多少钱，或者你不知道它为什么值钱。最早你认为它是个支付工具所以值钱，但实际上现在没有人用它来支付，所以它没有价值锚点，它就是靠信念来支撑的。这个信念也就是我讲的情绪价值。而 Michael Saylor 是有坚定信念的人，所以他说很快就要涨到100万，以后可能要涨到1000万。这就跟我们早年譬如说在疫情之前
中国比特币火爆的时候，中国的很多持币者当时的一个信念叫做一币一别墅。币圈老人可能记得这些话，新人可能都不知道。当时大家去持币主要靠2个东西，一个就靠一种信念，一币一别墅，这个东西一共只有2100万，而全世界有80亿人口，你自己看。第二个当时就靠一些锁定流动性的方法，比如说你的币拿不住怎么办？你把币拿去做套利，把这些资金流转起来，这样你就不会想着去卖它。它每年能给你带来现金流，每个月给你带来收益。所以比特币的持有主要是靠信念，而 Michael Saylor 正好又有这种信念。但是各位如果看了我其他视频，你就可能知道我的观点。我一直认为经济系统太复杂，我们是无法预测的。所以 Michael Saylor 说什么时候会到100万，今年年底会到15万或者到20万，这种预测我是不赞成的，而且我认为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对 Michael Saylor 的看法呢，是我尊重他对比特币的信念，我本人也是坚定看好去中心化这场革命的。但是对于所谓的价格预测具体的时点，这个完全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这是我对他的评价。所以 Michael Saylor 的奔走，它的成效是什么？它至少是有2个方面成效。第一个就是他通过微策略这一家公司就持有了3%以上的比特币的总供应量，那这个我们是很难想象的。现在他已经到最新的数据是已经持有了641692枚，而且刚刚接受采访说下个星期一还会公布新的购买，所以现在他已经超过了比特币供应量的 3.1%。 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是最直接的贡献。它还带动了像 Metaplanet 和其他的很多一系列这种其他 DAT 的公司也去持有比特币，所以它的第一个贡献就是直接带动了相当一批人，他们直接加入，通过买股权的方式间接持有了比特币，从而形成对比特币的新增需求，给比特币社区带来了新的流动性，这是第一个贡献。第二个贡献就是通过他的奔走呼号，使更多的人认识到比特币。我刚才讲了，我是个理性人，我是不主张他这么预测，我也不相信他这种预测的，但是他这种预测在市场上对很多人来讲可能会滋生他们的 FOMO 情绪，他们很担心买不上，以后100万了怎么办？所以 Saylor 这个人我们是辩证的去看。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一下说 DAT 数字资产财库这个商业模式，它成在什么地方，败在什么地方。它的成至少也是表现在这样一些方面，比如说第一个，它是直接造成了一个华尔街的热点，几十家上市公司蜂拥而上，大家都要去囤币，你想想这个是什么概念？所以它制造了一个华尔街的热点。数字生态对于加密社区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就是这些 DAT 的公司，他们借助这一波热潮成功的实现了上市公司的转型。 DAT 的这些公司像是 MicroStrategy、Metaplanet 或者其他任何公司也好，所有的转型为 DAT 的公司基本上都是原来业务不好股价低迷的公司，他们转型为 DAT， 从而把自己制造成了风口浪尖。那么它跟 ETF 比起来，如 Michael Saylor 讲的，就是 DAT 的公司跟 ETF 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我可以用杠杆，所以相当于股东买了我这个东西比 ETF 要好在我可以加杠杆，但是杠杆是把双刃剑，加了杠杆同时也加大了风险，所以这个是辩证的。但是你加了杠杆以后，在牛市的时候就会有奇效，就会使得这个股票价格比比特币价格涨得快得多。所以在这个图里面，我如果把比特币的价格加进来，大家就可以看到，如果我们看这2年，上面这条 K 线是微策略股票价格，下面这条蓝色的线比特币的涨幅，所以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微策略的涨幅数倍于比特币的同期涨幅。也就是说，比特币如果是牛市的话，微策略股票会一飞冲天。原因很简单，因为它加了杠杆，所以杠杆是把双刃剑。但是你看跌的时候，回调的时候，每一次回调它都很深。虽然到目前为止，你看机器比较的话，它还在比特币的涨幅之上，但是回调的幅度非常深，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杠杆是把双刃剑，这是我们讲的。那么这是它的成与败的地方，败的地方就是什么？第一个，在下调的时候你会有非常大的风险。所以我们如果是看未来，我们说它到底是会成还是败，它的成在什么地方，它败在什么地方。很简单的道理，华尔街上市公司里面也有很多去买股票的，我们现在如果把它囤币跟上市公司去持有股票作为一个类比，你就可以很好理解。微策略去囤比特币跟巴菲特的公司伯克希尔去囤可口可乐是不是一样？完全是一回事。但是
有一个很核心的区别，就是像微策略这家公司，它只囤比特币，本质上它是靠信仰来支撑的。它有没有策略？它没有策略。如果说它现在更名叫策略，你说它有策略，最多也就上个微策略，就是一点点策略，其实它是没有策略的。为什么？你不就买比特币吗？加杠杆买吗？我自己也能买，我为什么要通过买微策略的股票去持有比特币呢？我自己买，我还可以更灵活，想加仓就加仓，想减仓就减仓。而我买了微策略的股票，等于把决策权外包给了 Mike Saylor， 那我干嘛要这么干？没有意义。所以这是一个很大区别。当然大家会说，那巴菲特囤可口可乐，你买巴菲特的股票不也是间接买了可口可乐吗？我不如直接去买可口可乐。那就没那么简单。巴菲特他是一个策略，他是真有策略，因为他是一个投资组合，所以他不是买可口可乐一家公司，他还买了苹果，他以前他还买了中石油，买了 IBM， 买了这个比亚迪，买了 IBM， 他买了很多公司。通过他60多年的成功经验，他告诉我们说，他的策略是比其他人要强的。所以微策略这样的 DAT 的公司，它最大的卖点就在于，它让那些从来不敢参与或者没有渠道参与加密货币的这些人，间接参与了加密货币。这个就是给他们提供了入口，这是他最大的成功之处。确实有很多人说，钱包我也不会弄，开户我也不会，有很多人是真不会。现在，但是我只会买股票。现在好，你就买股票，间接买了比特币，这是他最大的成功之处，就给这些人提供了入口。但是他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但凡是能够自己开户买比特币的人，我为什么要买微策略？你是没有价值的，因为你没有策略，你没有组合，而且你就是叫做 hold on for dear life， 一直持有也不卖。按照这个 Mike Saylor 的策略，就是 never sell your bitcoins， 永远都不要出售你的比特币。你买了以后就一直拿它，那谁不会？我搞个冷钱包把它拿起来不就行了吗？所以这个是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是没有投资组合的。而巴菲特通过他的多元化投资，通过他的价值投资，是他的独家能力，他是有核心竞争力的。微策略有吗？没有。如果说有，那就是 Mike Saylor 的这一张嘴，就是我到处去讲我们公司很牛，我囤了很多比特币，以后会涨到100万，你就天天讲这个。那如果我听到了这句话，我相信他，我也可以不买他的股票，咱们可以直接自己去买比特币就完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微策略我就说它其实是没有策略的。所以也可以说 DAT 这种公司本质上是没有商业模式的。当然如果你说有一些公司是把我的剩余现金流拿去很小的买一部分，就相当于巴菲特拿他的剩余现金流买了美国的国债，作为我的投资组合的一部分，作为多元化战略的一部分，这是可以的。还有一部分企业他说我不囤比特币，因为囤比特币它是完全没有什么产生收益的机制。但如果你囤 Solana 囤以太坊的话，那你可能可以通过质押等等方式获得一些持币数量上的增值，那这个可以看作是一种其他策略。但这策略本质上还是跟囤比特币一样，其实还是没有策略的，是没有核心竞争力的。我自己买点比特币，我自己买点以太坊，买点 Solana， 我照样可以质押。我如果自己不会建节点，我可以通过交易所去质押嘛。我干嘛要通过你们这公司？因为你们这种公司它跟我们讲的那种低成本的，譬如说像 ETF 基金还不一样。ETF 基金它是直接买指数，它几乎不用管理的，它是属于被动型的基金，它的管理成本很低。但是像 MicroStrategy 这种公司，它是一个实际运作的大型的上市公司，那么它是有很大的日常的运营成本的。所以我为什么要给他支付这些钱去买他的股票？所以总体上讲，我们现在基本上可以看清了，本质上它是没有商业模式的，它的价值就在于它是一个过渡期的产物，它非常好的桥接了华尔街的原住民与加密生态之间的联系。就华尔街的原来很多会买股票人从来不敢碰加密货币，而且也不知道怎么玩。现在他是说你不用玩，你买我股票就行了，还是像原来一样玩法，我帮你去处理钱包，去处理资产托管，去处理数字生态。所以在世界上大多数人还没有接触过加密货币的时候，他们应运而生了，解决了这一部分桥接的问题。但是实际上它本质上是没有什么竞争优势，没有什么这个核心竞争力的，没有什么投资管理能力，本质上是没有的。长远看，如果加密货币被大众所接受的话，每一个人都可以直接拥有一个钱包去控制自己的加密货币，那我干嘛要买它？对老币圈的人来讲，你就说叫做 not your keys, not your coins， 你不掌握私钥，这钱等于不是你的。所以你现在通过它来买的话，相当于你把你的私钥交给了 Mike Saylor 嘛，
那你怎么知道这公司它不会出别的问题？所以我干嘛要把自己的私钥交给他？我不如自己买。所以本质上讲，它是没有商业模式的。如果我们对 MicroStrategy 这家公司具体来做一个分析，解剖这只麻雀，那就是我前面那个视频里面讲的，它除了传统的这种直接囤币的逻辑以外，它加了2个因素，第一个就叫无畏融资，第二个叫比特币飞轮。把这2个东西你把它考虑进来，你就发现其实也没什么用。为什么呢？所有的 DAT 的公司去融资基本上都是大概就这么几种形式。第一种就是发债，发债大多数是发可转债。第二种就是私募，叫做 PIPE 就是上市公司的私募融资，相当于我们讲定向增发。我以优惠价格卖给一部分人，通常情况下他们都是有一个折扣价，给他一个锁定期的，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就是 ATM 叫做 At the Market Offering， 就是在二级市场上直接卖。像 Michael Saylor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 ATM 融资。二级市场直接卖有什么好处呢？你看，假如比特币只涨了1倍，你的股票涨了4倍，假如说，那你的股票肯定是处于高溢价。Michael Saylor 手里持有1块钱的比特币，微策略的股票在市场卖4块钱，也就是说我们叫做比特币溢价是溢价了4倍。大家想想看，你溢价了4倍，如果你以4块钱的价格去发行股票，把4块钱拿回来，再去买比特币，是不是就可以买原来的净资产的4倍？相当于对老股东你是大幅度增厚了你的净资产，那么这样一来的话，给老股东带来利益。所以 ATM 在溢价的时候是非常好的发行机制，这是他最喜欢的了。但是早期他主要是发可转债，后来用 ATM， 到今年他精心设计了一个机制，就是4种优先股。为什么呢？可转债理论上讲，如果它转成股票你是不用还的，但是2028年到期，如果正好遇到熊市你怎么办？遇到熊市你的股票低迷，人家不转股，那你还得还。优先股永远不用还。但是有些人不喜欢优先股，价格波动太大，所以我给你设计了4款不同的味道，这样就吃冰激凌你去总有一款是适合你的。再加上 ATM 融资，一共就有5种融资，这叫无畏融资。我在那个视频里面讲的比较清楚了。无畏融资其实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如何加杠杆的问题。整体上讲，它给投资者的回报是8到12个点，其实是很高的。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市场长期我们说国债收益率做基准利率假定是4个百分点的话，如果你是10%的融资，就意味着你在国债的基础上加了6个点的溢价。6个点的溢价其实就代表你风险很大。你发的优先股有些是高到了12%，这公司加了这么大的杠杆，其实是风险是很大的。所以无畏融资就是解决一个加杠杆的问题，其实没有什么新奇的，不管你叫什么名字。但是 Michael Saylor 现在天天吹，在推特上也发这个，就说你看我现在有几款收益率可能上升到13到14个点，所以如果你去买这个东西100块钱买进去的话，年化收益率就是13到14，非常可观的。但是实际上这就暴露了市场对它的公司风险的担心。为什么你这个东西会跌价，回报率会上升，代表了你的风险溢价。所以这是加杠杆的问题，风险其实是很大的。第二个概念就是叫比特币飞轮，就是说我手里持有1块钱的比特币，股票价格卖3块钱，然后我在3块钱的基础上去发股票，发完了拿回来3块钱，就可以买3倍原来的1块钱的比特币。而且我买的量很大，导致比特币的价格上涨，然后又推动我的价格螺旋式的上升，这个叫比特币飞轮。那么大家想想，这个比特币飞轮的逻辑能成立吗？所以我在那个视频里面讲的，这期严格意义上讲，这只是一种短期行为，不是一种长期战略，这根本就不是战略。这个短期行为有一点相当于你在比特币市场是一个小庄家的意思，其实就是你在做庄，使你做了庄以后，价格上去了，你的股价也上去了，主要上去你就融资了以后买更多的比特币，比特币的价格再涨，所以就搞这个循环。我只能这么说，毕竟不是做金融的，就他这个玩法在这个阶段他是有一定的号召力在牛市的时候，但是对我们做金融的人来讲，他这个玩法一丁点都不新鲜，其实都是很老套的玩法。但是因为他旧瓶装新酒，就它里面装的东西比较新，因为它装的是加密货币，所以在这个市场上它形成了一个灵魂，它构成了一个灵魂人物。所以五位融资加比特币飞轮，我再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说五位融资就是解决一个加杠杆的问题，比特飞轮就是一个短期行为，不构成战略。所以 MicroStrategy 这套东西在我眼里看来，其实就是一个做实体的企业家突然发现一个金融的玩法，他觉得很新奇。所以我就还是回到前面讲的那个观点，我支持 Michael Saylor 对比特币的信念，但是不支持他的所谓的预测和具体的一些做法。这些做法你可以做，但是对大多数理解加密货币的人来讲，它是没有价值的。
对那一部分新人它有点价值，对整个社区它有短期贡献，所以我说这是一个过渡期的产物。那么我把这些东西讲清楚了以后，我最后就谈一个观点，就是说 DAT 基本上可能在大范围溢价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至少已经式微了。当然不代表着以后不会有溢价，以后有可能是有溢价有折价，有时候会折价，譬如说现在其实就已经有点要折价了，马上就要折价了。就比特币如果再跌2天的话，微策略可能就折价了。那么折价的意思就是说，你手里有1块钱的比特币，你的股票只卖9毛钱。以后可能就是在溢价和折价，在我们叫做净值，叫 NAV， 叫资产净值 Net Asset Value， 在它的净值上下波动，有溢价有折价。为什么讲这个观点？这个我就给大家做一个类比，大家就理解了。我们所谓的行为金融学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可能有一些人接触过，叫做封闭基金折价。什么意思呢？我们都知道基金就是所谓的专家理财，把我们的钱汇集起来，他去买股票。封闭基金它可能封闭20年，在这20年里面你的钱是拿不出来的，但是你可以到市场上去买卖，他帮你去买股票。那这样他手里如果买1块钱的股票，在二级市场上封闭基金通常是折价的，他只卖9毛钱。明明他背后有1块钱的股票，净值是1块钱，他怎么可能只卖9毛钱呢？这是不理性的。所以行为金融里把它称为叫封闭基金折价之谜。注意了，当经济学家讲什么什么之谜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道理，就是说我们想不通，经济学都解释不了，最后行为金融学家给他一个解释，叫做不理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人不理性。所以你会发现牛市的时候它会溢价，熊市的时候它会折价。在早期特别是这样，中国的封闭基金早期一开始都是溢价的。在2005到07年，那是大牛市，就是从1000点涨到6000点的时候，那一轮大牛市里面溢价最多，其中有一些基金，我记得是博时还是哪个封闭基金，溢价高达110%。什么意思？就是他手里持1块钱的股票，这个基金卖到2块1，你想怎么解释？1块钱的股票的基金卖到2块1，只有一个解释，叫做非理性。所以那就属于早期，大家对这个基金不太了解，就把基金当做一个单独的产品，甚至有人去做庄，去操控它的价格，去炒作基金的年代，那它就可以溢价。这个时候结束了，老百姓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基金，就是他帮我们持有股票，他只是代持而已，所以他手里1块钱，他就是1块钱。但是既然他可以买股票，他可以代持，我就问自己一句话，为什么我要他帮我代持？是我自己不能持吗？我可不可以自己开股票账户自己去买？所以封闭基金就不再值钱。成熟期的市场，封闭基金从来就是折价状态。好，大家想想看， DAT 的公司是不是就像一个封闭基金？所以封闭基金早期的溢价现在变成折价，我们完全可以同样预期，在市场慢慢成熟以后， DAT 的公司将会处于折价状态为主。如果这么看，它就会比我们以往的看法对 DAT 可能稍微悲观一点。但是请注意，它跟封闭基金不完全一样，这个我也要给大家讲清楚。封闭基金折价是因为它有一个机制，譬如说封闭期20年，在这20年里面你是不能要求他把钱拿出来的。它跟我们开放式基金不一样，开放式基金每天都可以申购和赎回，是按净值来操作的，所以开放式基金它既没有折价也没有溢价，它是一直怎么样？一直都是在净值。但是封闭基金你不能赎回，所以你要等20年才能拿回你的钱。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市场就会讲，我为什么要把钱交给他？而且他万一搞老鼠仓，他不替我赚钱怎么办？像我们以前讲的那基金经理，今天女朋友过生日，女朋友买的股票给他拉一个涨停板，让女朋友开心一下。那你买了他这基金，你想想你能放心吗？这个叫代理问题，对不对？那你把这个问题都考虑这里面，它就有个折价。DAT 跟封闭基金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它其实不完全一样，主要的一个差别就是封闭基金是有封闭期的，而 DAT 它是股票，它是永远存在的，它是没有封闭期的。第二个区别就在于封闭基金它很难套利，而加密货币市场是可以套利的。封闭基金为什么很难套利呢？打比方，封闭基金处于折价状态，它1块钱的股票在二级市场卖9毛钱，理论上讲是可以套利的。怎么做？就是9毛钱买封闭基金，然后1块钱去卖空那股票。但是我们都知道股票市场是很难卖空的，你融券规模受限，股票受限，不是所有股票都可以融券的，都可以做空的。特别在中国这样市场做空受到非常严格的限制，这样你就套不了。你如果那边不能卖空，你套利套不了。就算你能套，要套多久
什么时候才能兑现？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折价消失了，它就能变现，是吧？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就拿到20年，它封闭期结束，最后清算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会给你1块钱。大家想想看，这套利是不是很难？但是在加密货币市场上就不一样了 ，DAT 跟比特币之间套利，或者跟以太坊之间套利就比较容易了。请注意，显然为什么我说大溢价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就这个道理。只要你能套利，大家想想看 ，Michael Saylor 手里买1块钱的比特币，股票价格卖3块钱，怎么办？把它往死里干，卖空他的股票，买入比特币，最终等到两个市场它会趋同的。为什么？因为他就是持有比特币而已，凭什么他持有1块钱比特币他能卖3块钱？没道理啊。所以我们就等它回归。你看现在比特币价格下跌了，它是不是就回归了？如果处于折价状态怎么办？折价状态也不合理，那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买入为策略，卖空比特币，比特币可以做空了，所以买入为策略，卖空比特币，那完成这样一个套利，等它回归，牛市一来它自然会回归的。是这样，你会不会亏钱？你基本上亏钱的几率很小，你只要小心，当你在加密货币上做空的时候，你的保证金稍微要多放点，别到时候被插针了，帮你清算了就麻烦了。你只要把这个风险给解决掉，其他你就等它回归就行了，它一定会回归的。逻辑上讲，最多就时间的问题，可能3个月、6个月、1年。那你如果它有1倍，甚至有或者哪怕50%、30%的溢价，你等1年拿这30%的溢价，你是不是够可以了？所以因为这个套利机制的存在， DAT 的公司以后将很难出现持续的溢价，它将只能在净值附近波动，这就是我的逻辑。所以根据我对 DAT 公司的研究，我认为它的存在是一个过渡期的产物，它就是帮我们币圈吸收增量资金的一个逻辑。长期来看，它是没有太大的生存空间的，它也不太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繁荣的商业模式。所以现在像亚太地区有些国家交易所已经不接受 DAT 公司上市了。就你说你囤币，你就跑到二级市场卖股票，别来。逻辑基本上我讲的比较清楚了，看大家是否能够同意。如果同意，你以后就可以根据这个思路构建你自己相应的策略，对你看市场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我们今天就到这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咱们下期再见。